脑洞大开的世界奇妙物语又来了。如果最近几年的作品都让你失望了，那么2022年的夏季特别篇一定会超越你的预期。故事1：送货上门。山边是个网页设计师，平时居家办公，时间自由，不过也赚得不多。妻子邮箱里是一名护士，平时女主外男主内，生活简单且幸福。这天，邮箱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，谁知山边竟忘了做饭。正值晚餐高峰期，各大外卖软件的配送时间都很长，担心饿到邮箱里，山边打开一款从来没用过的冷门软件，结果却把他吓了一大跳，上面的配送费高达800日元，不过配送时间却只要2秒。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山边准备下单。和其他软件不同的是，它并不会出现商品信息，而是根据需求主动搜索。山边买了2个汉堡，刚付完钱，叮咚一声，门铃响了。打开门，美女送货员小绿站在门口。山边认为这太扯了，肯定是送错了。然而小绿没有回答，交完货转身离开。打开袋子，里面真是自己点的东西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汉堡能吃吗？邮箱里洗完澡出来，拿起汉堡吃了起来。见老婆一脸享受的样子，山边这才放心。吃完饭，邮箱里发现乳液没了，想到刚才的软件，山边第2次试水，果然2秒后，他们就从小绿手上拿到乳液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两人又在软件上买了不少东西，看来没骗人，都是2秒必达，就连还没在日本开分店的美国牛排都能买得到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山边发现平时有人来，楼梯里的灯都是亮着的，可小绿送货时身后却是漆黑一片，搞不好小绿是从异世界来的。听起来挺玄乎，但两人并没有害怕，而是开始了各种实验。这款软件居然连100万现金都能送，但是加上运费的话，他们得一次性支付100万零800日元，而像任意门这种抽象的东西是买不到的。令他们惊讶的是，邮箱里去年丢失的钻戒居然也能下单，而且只收配送费。邮箱里推测，可能是因为戒指本来就是他的，失而复得让邮箱里惊喜不已。既然如此，他索性搜索了一下10年前丢失的宠物狗，同样只需要配送费，最后送是送来了，只不过是狗子的骨灰盒。邮箱里不甘心，于是又下单，要15年前还活着的狗子。没想到死去多年的狗子竟活蹦乱跳出现在他面前。软件炸裂的功能让邮箱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亲眼看着女儿穿上婚纱，可是没等到这一天，母亲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。为了弥补遗憾，邮箱里在软件上搜索5年前健康的母亲。好消息是确实能送，坏消息是费用太昂贵，要1亿6千多万，这是两人几辈子也赚不来的钱，余额不足让邮箱里陷入崩溃。第2天，邮箱里似乎已经接受现实，他告诉山边再也不能依赖这款软件了。之后两人回归到了正常生活。直到这天，邮箱里因为加班约会迟到，山边看着手机上的软件，最后还是没忍住，在上面搜索了邮箱里的名字，真的可以，而且只需要800日元的配送费。2秒后，小绿就把邮箱里带到山边面前。事后，邮箱里有些生气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价居然只有800日元。山边解释称，可能两人是夫妻的缘故吧，彼此属于对方，所以买自己拥有的东西只需要配送费。发现这一规律后，邮箱里下班再也不用挤地铁，一键下单2秒到家，就连度假旅游也能轻松省下1个人的交通费用。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结婚纪念日这天，邮箱里又一次迟到。不仅如此，山边好不容易做好一桌饭菜，邮箱里却想到外面的餐厅好好吃一顿，两人都不愿意妥协，都想把彼此瞬移到身边。于是两人打开软件，几乎同时下单，结果怪事发生，两人原地消失，来到了异世界。环顾四周，这里有很多不知通向何处的门，邮箱里想出去，可是根本打不开房门。幸运的是，手机上的网还能用，山边赶紧拜托朋友在软件上下单，这样两人就能出去了。可是要价居然要2个亿，朋友直呼要不起。转眼两人已经被困3个月，山边可以继续干着网页设计师的活，至于邮箱里，长时间没上班的他已经被医院辞退。现在两人与现实世界彻底隔绝，陪伴他们的除了狗子，只有按时送餐的小绿。
1年后，山边和油箱里之间的感情也陷入危机。眼见心不烦，两人干脆在中间装了屏风。俗话说得好，经济基础决定家庭地位。山边因为看不惯懒散的油箱里说了他2句，见油箱里顶嘴，失手给了他一耳光。事后山边很后悔，但油箱里根本不接受他的道歉。看着两人的亲密合照，曾几何时他们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怎么现在走到这步田地呢？思前想后，山边决定修复两人的夫妻关系。很快他想到一个能离开这里的办法，简单来说，先和油箱里离婚，再和另一个女人结婚，让对方把自己带回现实，之后再离婚和油箱里复婚，这样2个人都自由了。至于结婚对象，山边打算从相亲平台入手，可现实中从未见过的人，即便你手捧大钻戒，估计也没人敢嫁吧。计划落空后，山边震惊地发现油箱里消失了，打电话过去才知道他居然出去了。原来油箱里之前帮助过医院里的一个老人，老人一不小心把亡妻送给自己的定情信物弄丢，是油箱里利用软件帮他找回来的。作为报答，老人花重金解救了油箱里。山边以为等来了希望，不料油箱里根本不想救他出去。这次经历让油箱里意识到有钱的重要性，所以他决定嫁给老人。刚好之前山边给他离婚协议书上2人都已经签好了字。被油箱里抛弃后，山边彻底一蹶不振。他跪求小绿，只要能出去，让他做什么都愿意。意外的是，小绿居然给出了回应。他表示出去的办法只有一个。下一秒，山边打开了房门。没错，他加入了配送员的组织。本以为小绿只有一个，没想到全是克隆人。婚后，油箱里过上了想要的生活，不过他对老人的悉心照顾纯粹是为了钱，张口就要买一幅价值1亿日元的画，老人有求必应。2秒后，画已经送上门，只是负责送货的人从小绿变成了山边。故事2：凡事都要银座。你敢相信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穷人只需花1瓶蜂蜜的钱，就能把有钱人当宠物养吗？真是天大地大，都不如岛国人的脑洞大。深夜，男孩佑介和爸爸来到银座中央公园，把从银座买来的蜂蜜涂在树干上。传说有钱人对银座里的东西毫无抵抗力。众所周知，银座是日本东京主要的商业区，号称全亚洲最昂贵的地方。在这里消费的大多是日本的有钱人。第2天一大早，父子俩过来查看收获。好家伙，不少有钱人都被蜂蜜吸引过来，正在全身心的舔食。环视一周，眼前这位西装大叔气质不凡，应该是这群人中最有钱的超级富豪。作为佑介10岁的生日礼物，他拿起从银座买来的网兜，把富豪带回了家。奇怪的是，吃了蜂蜜的富豪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完全被佑介驯服。刚到家，佑介就给富豪奉上了好吃的牛排，这让一旁粗茶淡饭的母亲都忍不住羡慕。富豪插起一块牛肉，端详片刻后，竟打翻整个餐盘，一脸不满意的样子。佑介赶紧翻看攻略，原来有钱人只吃银座的牛肉，就连餐具也得是银座的品牌，哪怕是高仿的，富豪也看不上。于是，一家人端出从银座买来的鹅肝，这回富豪总算肯吃了。看着他一脸享受的模样，妈妈竟然觉得他有点可爱，还不忘开玩笑，要是佑介哪天养腻了，就换他来养。通过观察，佑介发现富豪对食物十分讲究，如果搞错了肉的产地，或者放错了配餐喝的红酒，富豪就会生病。除此之外，富豪极具领地意识，对床和家具也十分挑剔，凡是他不喜欢的会通通扔出领地，而富豪喜欢的东西则不让其他人触碰。每个星期，佑介至少要带富豪去银座散步3次，否则他就会神经衰弱。由于富豪是银座某个公司的社长，所以佑介还必须带他到公司楼下散步。这天早上，佑介在路上遇到了女同学明美，对方见到自己饲养的富豪，羡慕不已，这可是日本难得的顶级大富豪啊！明美忍不住上前撸了起来。相比之下，明美抓到的富豪虽然是个美女，但顶多是个日本小富豪。让佑介羡慕的是，女富豪居然能喊出明美的名字。临走前，明美告诉佑介，只要不断和富豪加强感情，迟早有一天他会心甘情愿喊出主人的名字。为了早日实现这个愿望，佑介带富豪不是去泡澡就是打高尔夫。当然，佑介只能在一旁干看着，最多帮忙捡捡球。
晚上，两人边看烟花边吃西瓜。1个月的相处，似乎让两个人的关系进步不少。可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富豪奢侈的生活让佑介的爸妈有些吃不消，仅仅1个月花费就已经超过50万。爸爸听说养他们不便宜，可没想到这么烧钱。坐在隔壁的富豪听到他们的对话，似乎若有所思。这天，佑介带富豪到马场玩耍，他却没什么心思玩。晚餐时，看着盘子里的鱼翅，富豪竟也没有什么胃口，反倒是佑介一家吃的炸肉饼引起了他的兴趣。见富豪吃起肉饼，爸妈高兴坏了，这以后不就好养活了吗？谁知高兴不过3秒，富豪突然倒地，走过来一看，他居然对炸肉饼过敏，浑身长满了荨麻疹。最后喝下银座买来的矿泉水，才渐渐缓过来。晚上，佑介默默地守在富豪身边，生怕他哪里不舒服。这一经历也让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。很快，一个坏消息传来，佑介的爸爸被公司裁员，失去大部分经济来源，意味着他们无法再继续饲养富豪。最好的方法只有把他放生。佑介很伤心，他问爸爸，难道不能改变富豪的口味，让他爱上物美价廉的食物吗？可爸爸却反问佑介，你真的认为这样的生活对富豪来说是幸福的吗？这天，佑介和爸爸带着富豪来到银座公园，他们再一次吐起蜂蜜，一旦富豪吃完就会回到野外。分别时，佑介悲伤不已，而富豪也终于喊出佑介的名字。转眼来到2034年，此时的佑介已经是22岁的小伙子。今天是他找工作终面的日子，将由公司社长直接面试。万万没想到，社长就是当年被佑介饲养的富豪。就在他以为这波妥妥稳了的时候，一个网兜突然照了下来，瞬间佑介便失去自我意识，宛如一条小狗，被富豪拧着后颈肉。这回该轮到佑介当宠物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佑介接下来的日子只有当牛做马了，能不能吃上高等牛排还真不好说。故事3：紧跟旋律。村野迷迷糊糊从床上醒来，他得了一种名叫脑内旋律综合征的罕见病，整个日本加上村野只有3人患病。得这种病的人，只要大脑响起旋律，人必须根据旋律做出相应的动作，否则就会大脑异常，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死亡。村野回想起晕倒的时候，脑海中响起的是一段轻松明快的旋律。当时路上有人在打架，他好心上前制止，结果就头疼的晕倒了。医生告诉村野，根据旋律的属性，他当时应该直接离开，到办公室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办公，这才符合 BGM 的氛围。村野感觉太扯了。就在这时，悲伤的旋律突然响起，带上检测设备后，医生让村野赶紧配合，于是他变身韩剧女主角，跪在地上不停哭诉。这段表演可以说毫无演技，全是感情，好在效果显著，很快村野便恢复正常。医生表示，这种病目前无药可治，唯一的办法只有配合演戏。此外，医生还听说有一首禁忌之曲，一旦听到就彻底结束了。这天，村野正在公司主持会议，一段欢脱的旋律说来就来，村野只好配合。好在一句玩笑话的功夫，旋律就自行结束了。可刚松口气，领导故意来找茬。期间，村野脑海里的旋律又开始自动播放。没办法，村野只好硬着头皮和领导 battle。可没想到，等旋律停止，他随口提出的方案竟被大 boss 认可。毕竟这么热血的员工现在可不多了。下班时，村野坐在大厅，消化着今天发生的一切。突然，他看到男同事秋藤正在大厅里一边唱歌一边跳舞，场面那叫一个社死。吃瓜群众下意识地认为秋藤精神有问题，但村野很快反应过来，怀疑他也得了脑内旋律综合征。询问之下，果然如此，全日本就3个，这概率貌似比中彩票还低吧。两人相见恨晚，感情更是迅速升温。第一次约会时，两人的脑海中竟不约而同响起了同一首情歌，这让两人更加坚信是彼此的命中注定。某天下班路上，村野收到秋藤的短信，得知对方周末要来家里过夜，兴奋不已。不料下一秒竟听到了恐怖的 BGM。与此同时，身后还传来了怪声。村野加快了回家的脚步，并不断安慰自己没有危险，刚才的怪声说不定只是幻听。站在门口，走廊里的灯忽明忽暗，恐怖感直接拉满。
回到房间，村野又被一道黑影吓得不轻。几分钟后，恐怖旋律停止了，村野这才看清刚才的黑影不过是倒下的玩具熊。隔天，两人正在看电影，秋藤突然听到了惊悚的旋律。电影院不适合发出声音，两人只好暂时离开。谁知一开门，对面竟站着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刀。秋藤被面具男挟持，其他人则被他赶了出去。如此应景，反倒不需要秋藤刻意表演了。可是村野这时候却听到了哆啦 A 梦的配乐，心系男友的安危让村野很难投入表演。由于演技不过关，他开始头疼。没想到面具男居然关心起村野的情况，他摘下面具，戴上眼镜。村野也在这时回想起来，发病当天他见义勇为的对象正是这个男人，眼镜男竟然就是第3个患者。那天他正被脑中的旋律折磨，和小混混发生争执时，村野恰好出现，最后不仅帮他解了围，还让旋律也停止了。之后眼镜哥总能听到悲壮又高昂的旋律，但只要一想起村野的举动，旋律便会消失。意外得知村野和自己同病相怜后，眼镜哥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得到村野。眼镜男说，一开始他只是想让旋律停止，才做出相应的动作。然而不知不觉中，他的情感被同化，已经分不清这些举动到底是为了化解危机，还是自己的真实意志了。为了拯救秋藤，村野不顾头疼，奋力扑了过去。眼镜男不小心撞到椅子上，陷入昏迷。劫后余生的两人抱在一起。此时村野脑中的旋律有了变化，可伴随轻快愉悦的旋律，一阵刺痛迅速袭来。村野不敢相信秋藤竟捅了他一刀。原来秋藤脑海中依然是惊悚的旋律，他不想就这么死去，只能牺牲村野了。等村野再次醒来，警察已经赶到。秋藤声称自己是逼不得已，但警察根本不相信。就在这时，秋藤、村野和眼镜男3人同一时间听到了同一首旋律，没错，正是那首禁忌之曲。故事4：假装打电话。看完前面3个奇奇怪怪的故事，最后一个终于是温馨的了。美月是个颜值高的女孩，可是人长得太好看也有烦恼。在路上，美月经常被各种男人搭讪，为了赶走对方，她总会假装给爸爸打电话，说出自己的位置，让爸爸到地铁口接自己。一般人听到这儿都会知难而退。然而今天遇到的泡面头似乎很难缠，他竟一眼识破美月在假装打电话，于是趁其不备把手机抢了过去。就在美月以为露馅时，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，电话那头竟然真的有人在说话，可美月根本没打电话呀，这也太邪乎了。从泡面头手上接过电话，美月却什么声音都听不到，难道是泡面头的恶作剧？见对方离开，美月赶紧追上去问清楚，泡面头却说电话是你爸爸打来的，没想到他是一名警察。听到这儿，美月心中一惊，看来不是个玩笑，因为他的父亲的确是个警察。可诡异的是，父亲已经因公殉职，总不能死去的父亲接到自己的电话了吧？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他假装打电话给父亲，然后让朋友和父亲说话，居然真的能打通。之后美月又随机选择了同事、朋友，甚至是路人，结果大家都能与父亲愉快的交流，可唯独美月不可以，每次电话到他手上，那头便再也没有声音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每次想念父亲节的时候，美月都会让朋友转达自己的话，结束之前她都期待着能听到父亲的声音，然而一次都没有如愿。和父亲这样的交流不知不觉持续了3年，很快就要到美月结婚的日子，母亲不由得感慨，要是父亲知道这个消息该有多好。看出母亲的思念，美月说出了实情。一开始母亲并不相信，直到她从美月手上接过手机，听到久违的声音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见母亲和父亲聊了很久，美月很欣慰，但一股失落感也油然而生，毕竟她还没听到过父亲的声音。和往常一样，美月准备和父亲告别，可没想到她这一次竟然听到了父亲的祝福，让美月潸然泪下。然而父亲却告诉她，这是最后一次出现，他要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了。虽然很不舍，但美月知道父亲会一直在天上看着他们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这么多年过去，看《世界奇妙物语》已经变成习惯，最近几年的质量差强人意，
以至于很多人都降低了期待值。结果2022年夏季篇却给出了惊喜，算得上是最近5年中的最佳之作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